谢成君回到自个儿府里，想了想，还是往母亲院里去回话。顾氏没有料到儿子这么早就回来，都送去了。那丫头怎么说呀？她说上辈子的恩恩怨怨已经完了，牵扯不到下一辈，还给我们兄妹3人每人1份年龄。你大妹妹也有？也有啊。快拿来瞧瞧。顾氏想着那一车普普通通的年礼，再看看这些，一时有些拿捏不住这高玉渊到底是几个意思。你瞧那丫头气色怎么样？气色不错，脸上也有笑。我一路看过来，那府里打理的井井有条，下人穿的衣服也比咱们府里的好啊。那是，也不看看高家给他留了多少家底。我还看到了三叔。他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只道了声恭喜。哼，怕是心里还恨着呢。最近三叔和魏国公府的世子也走得很近。那还不是因为阿渊的原因。谢玉清从内屋走出来，已经是2个孩子的娘，脸上早已没了做少女时的清纯。张虚怀和苏世子交好，他又是阿渊的师傅，有他在中间穿针引线，三叔和世子也走得近，也是应当应分。顾氏一听这话，嘴里发酸。按理说自己这一房才应该是与那丫头走得最近的，结果倒好。母亲啊，不是女儿说丧气话，就冲阿渊那份魄力，他以后的日子也该比咱们过得好。明儿我和二妹往阿渊那边去一趟吧。好好的去干什么？顾氏脸一沉，我入京也有半年了，姐妹2个一面也没有见着，总说不过去。从前在娘家的时候，我和她挺要好的，那她送了年礼来，就没打算和咱们断了情分。腿伸过来，能不能抱住，就看咱们会不会做人了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把你嫂嫂也一并带去吧，姑嫂2人还没见过，这也说不过去啊。正是这个理。顾氏听儿子女儿都这般说了，哪还有不同意的道理？忙命人送拜帖过去。玉渊接到帖子的时候正在用膳，他把帖子递给谢一为瞧，谢一为没接手。为人处事眼要亮，心要宽，眼亮是为了看清人，心宽是为了容人，容人就是容己。以为啊，你还不如你侄女通透呢。先生错了，大房那些人没害过我，我不必容，但他们对不起三叔，三叔不容也应该。有什么容不容的，不过是一种因缘罢了，我也未必会放在心上。我寒心的是，他们做了那些事，一句对不住都没有，好像应当应分似的。三叔，等你有一天爬上了高位，娶了更好的人，你再看昨日的事情，也就一笑而过了。明日我要去看铺子，怕是没工夫接待他们的。三叔正好休沐，你见见吧。阿渊，三叔把陈清燕带进府，阿渊可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谢一为等晚间，罗妈妈服侍玉渊睡觉，小姐主动往大房送年礼，这会儿大小姐他们要来，却又不见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奴婢猜不透了。送年礼是为着娘，当初娘活着的时候，大房没亏待过她，这礼该送。不见是为着三叔，三叔和我一条心，我不想伤了他的心。小姐心里有数就好，只是为什么偏要三爷去见呢？不让三叔见见，他又怎么能放下？翌日一早，玉渊换了衣裳，带着阿宝、青儿出门。沈荣亲自驾车，铺子3开间，上下2层铺面，后面还带着庭院小楼，围成一个口字形，心里很是满意。药材什么的可以慢慢的着人放进来，等江婷找到郎中入了京，找个黄道吉日就开门营业。是，小姐。从那帮学徒中找4个机灵的放进来，先跟着历练一阵子，不行再换人。是。小姐日现在回，还是在外头吃了饭再回？吃了饭再回，找出好的酒楼，开个雅间，让我也尝尝外头的饭菜。翡翠楼的饭菜精诚一绝，小姐可以上那尝尝。先去药房抓药吧，再派人送到安王府，告诉他这是7日的药，我又换了方子，让他吃吃看。哎，小的亲自去送。此刻的高府，大小姐、二小姐、大少奶奶，真对不住了，我家小姐临时有事出府去了，已经着人去请三爷，请稍等。二小姐谢玉湖愣住了，这明明是给了拜帖的，怎么就有事了呢？不应该呀。谢玉清却是皱了皱眉，与身旁的管事对视一眼，心里有些不安。管事心里何止是不安，
三爷不就是曾经和他议过亲的探花爷吗？谢玉为沉着脸走进来。阿渊不在，你们改天再来。三叔安好。安好着呢，都回吧。大嫂，你也给三叔见个礼吧。三叔，这一位是我嫂嫂，您的侄媳妇儿。三叔安好。声音不似江南女人婉转莺啼，带了些北方女子的硬朗。谢玉为心底暗叹一声，这样的女子便是嫁给他，他也是不喜欢的。这么一想，心里便释然了。才想起作为长辈，头一回见侄儿媳妇的面，没备下贺礼。这时罗妈妈端着盘子走到他身边，谢玉为瞬间明白这是阿渊为他备下的。不必客气，这东西拿着玩吧。多谢三叔。罗妈妈，领着人去院子里转转，我还有事就不陪着了。三叔自便。谢玉为走出树帐后，嘴角轻轻一牵，原来那人不过如此。来人呐！三爷，谢玉为从怀里掏出10两银子，去给阿渊送过去。小厮，你与他说为难他了，这银子请他吃点好吃的。半个时辰后，玉渊拿到银子，把银子递给阿宝。今天中午用它付账。三爷想的可真周到。玉渊淡笑不语。这时耳边传来马蹄声，小姐，是沈荣回来了。小姐，东西送去了，青山接着说。可有问王爷用的怎么样？沈荣抿了下唇，欲言又止。可是不好。小的确实看到王爷的马车才进府，远远一瞧，王爷的脸色很难看，是被青山扶下来的。后来打听了一下，说是在宫里待了一夜。为什么？为了苏世子的事情。他怎么了？苏世子昨天晚上把永玉侯儿子的腿给打断了，说是两人为了抢一个女人。那我师父呢？小的没打听。掉头去安王府。小姐，这时候去不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安王府，青山把王爷放在榻上。爷，你怎么样了？去接药来，顺便把他们叫过来，我有要事商量。爷，去。青山一跺脚，头一回违了主子的意。我还是去请张太医来。别去，他刚刚被禁足3日，出不来。连张太医都被禁了足，可见事情紧急。青山心一沉，忙退了出去。李景业挣扎着从榻上站起来，走到机边，给自己倒了盅热茶。正要转身时，眼前一黑，茶盅应声落地。青山听到动静，赶紧冲进来扶住。乱山，快去请高小姐！乱山刚跑出几10丈，远远看到高府的马车疾驰过来。谢玉渊看到李景业的时候，眼里几乎喷出火来，银针飞快地刺下。高小姐，我家爷这是怎么了？他昨晚上运气了，这都知道。青山只能如实的点点头。去了趟牢里，为了赶时间，用了半息的气。他这是作死。玉渊心里平白无故生出一股怨恨来，自己在这里拼死拼活，他倒好，一次又一次不把身体当回事。赶紧去煎药来，他这身上还有风寒。是。就在这时，3位幕僚依次而入。王爷，叫我们何事？都给我滚出去！人都快死了，还谈什么事？3位幕僚一时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却被女子的气势惊住了，不由自主地退出门外。发这么大火做什么？我只是吹了爷的寒风而已。而已？事出紧急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前几天的药吃了很好。玉渊咬唇，只当没听见。这丫头的气性是越来越大了。虚汗出尽，银针拔掉，李景业这才睁眼认真地看了高玉渊一眼，眉头紧皱。怎么，眼睛又不行了？你看看你像什么？什么样？玉渊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才后知后觉发现今日出门他穿了一身男子的衣袍，样子挺俊的，不比王爷你差到哪里。李景业无奈地摇摇头，看向青山。去把他们请来。不行，你身子太虚，必须给我休息。阿渊。这声阿渊，玉渊便不吭声了，只是固执地看着他。少女直傲的眼神里带着光。李景业沉默半晌，指了指身后的位置。玉渊抿了下唇，立刻站到他身后，低眉顺目地办起小厮来，还不忘交代青山一句：那药快点端来。青山揉了揉眼睛，惊到自己没看错吧？
一会儿要进来的都是幕僚，谈的都是秘密的大事，王爷怎么就把人留下了呢？幕僚们走进来，见王爷脸色苍白，盘腿坐在炕上，身旁站着一个面生的小厮，小厮眉清目秀，皮肤白皙，便猜到是高府那位会看病的小姐。王爷，昨日匆匆出府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李景业朝青山看了一眼，青山会意，立刻把事情讲了一通。玉渊低着头，一边听一边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。青山说完，一片寂静，玉渊两条秀眉皱得更紧了。这个故事粗一听挺精彩，可细细一琢磨，却是漏洞百出。苏长山这人看着是个顽固，却是粗中有细，更何况他跟着李景业这个冰山也不是一天两天，怎么就一个没忍住呢？再者说，师傅这人虽然嘴欠，但从来只对自己人嘴欠，对外人他恨不得两个鼻孔朝天，一句活该根本不是他的风格。更何况只是这么一场闹剧，哪需要王爷运了真气？只怕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吧。那头事情一出，这头便得到了消息，我立刻让人去查那妓女的底，结果意外发现，这个女人竟是周家的家奴。王爷，哪个周家？叶长平死的发起姓周，周家前些年从帝都搬去了保定府。众人心里咯噔一下，叶昌平是平王的舅舅，这事儿莫非跟平王有什么关系？趁着苏长山去大牢的这段路上，我亲自和他去见了一面。王爷是在哪里与世子爷见面的？4条巷子，那里有个茅厕。那就是了。苏长山去大牢，势必身后有皇帝的人跟着，李景业不能示人，只有驾车到半路，然后只身前往，必是运气使了轻功，赶到4条巷，想把人捞出来，势必用点苦肉计。如果他没有猜错，应该是在殿外跪了半宿的。天寒地冻，就算是铁人也支撑不住，风寒就是这么染上的。我与他一商议，觉得这事十有八九是平王下的头，索性将计就计，再把人打得重刑，然后又命张旭怀把那女子的身份透露给中宫的陆皇后。玉渊这回才算彻彻底底明白过来，陆皇后得了消息，肯定会让福王暗中去查那个女子，一旦证实那女子的身份，如李景业所说的一样，那么陆皇后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平王渔翁得利，他肯定会说动永义侯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这样一来，苏长山那头安然无恙不说，李景业这头也悄无声息地给陆皇后、福王投了个投名状。想到这里，事情发生不过短短1夜，李景业不仅把苏长山保下不说，还和陆皇后暗下结盟。王爷多知，照样佩服，属下佩服。李景业端起手边的茶碗，这碗身便是平王，我要先把它打碎了，然后这茶盖也就无神用处了。皇爷英明，应不英明的以后再说，现在棋盘摆开，落子无悔。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想想后面的棋，本王该怎么下。是。三谋士鱼贯而出，房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李景业再也支撑不住，身子往炕上一倒，毒已入骨，还想着干掉这个碗，那个盖的，消停些不好吗？阿渊啊，是个人心中都有毒，有的深些，有的浅些，你也是中毒深的人，否则又如何会改姓了高？在玉渊心里，他是极为聪明的，却不曾想这3言2语，他就将他整个人看得透透的。我的毒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今天让你留下来，也是不想再瞒着。我要做的事情，如你梦里的一样。即便是那个结局，也不变初心吗？从我再见光明的那天起，我的初心就不曾变过。生也好，死也罢，我不会在意的。可是我会在意，李景业，让我帮你。这是条不归路，你可想好了？不用想，早就做决定了，否则也不会帮你治病。是因为你娘死了吗？对，我的身前无人，身后无人，天大地大，只有我一个。玉渊望他一笑，心之归处才是家，他的心归他呀。傻子。李景业叹了一声，慢慢点了下头，沉沉睡去。玉渊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走出了房。小姐。
收拾一间干净的屋子。这是给我住。他的身体很差，师傅不在，我守着。只是这会儿我还得先回府一趟。那我立刻就去安排。药煮好了，等他醒来立刻给他吃，我去就来。屋里点着安神香，让他睡足3个时辰。是。玉渊刚回到高府，就得知谢家大房的姑嫂3人刚用罢饭，还没走。小姐实在不行就见见吧。三叔见过了，三爷见过了，没说什么，只让他们往园子里逛逛。玉渊脸上浮出笑意，看来这个坎儿算是过去了。妈妈，把人请进花厅，在暗中派人把三叔和韩先生叫来。对了，让人帮韩先生收拾东西，我要请他换个地方住。去哪里？晚些你就知道了。花厅里，小姐来了。谢玉清已经有好些年没有看到三妹妹，冷不丁瞧见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真对不住，今日外头铺子上有些急事，回来晚了，怠慢了2位姐姐和大嫂。大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一晃好些年，这镯子还是你给我的，这些年我都戴着，从未褪下过。这位是你大嫂，性子是个好的，你们姑侄见见。玉渊上前扶了扶，大哥福气很好，这是见面礼，早就备下了，一直没有时间给三妹。玉渊接过来递给身后的罗妈妈，大嫂客气了，都坐吧。阿渊，二姐姐你也坐吧。态度不温不火，是生分了吗？都坐定。玉渊心里还有事，便长话短说，前些日子我一直住在寺里，大房搬府，大哥成亲都没赶上，礼数做得不周到，大姐大嫂可别怪我，按理是我该往府里给大伯大伯母请安，只是我还带着重孝，不便见人，也只能用些年礼来表表孝心。老爷太太那头我没送，一来他们怕是恨着我的，二来我也是恨着他们的，就不给彼此添麻烦了。前日子三叔和我说，开了春，七二爷的官司怕是要定下来，我心里听着挺开心的，不论是流放也好，坐牢也罢，这都是他该有的下场。老爷太太顾念着儿子，想伸手捞一捞的，我也不怕丑话说在前头，他们前脚捞，我后脚就还会把他再送进去。外人都说我是千古不孝第一女，这名头按在我头上，倒也坐实了。这话带着一股浓烈的杀气，别说谢雨清、谢玉虎脸上挂不住，就是管事也惨白着一张脸，难看的紧。我这人就是这性子，好的时候千好万好，不好的时候六亲不认。姐姐嫂子若觉得夹在当中难处，就不必处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若是还能容我，礼节上走动走动，我也是愿意的。都是一家骨肉姐妹，说什么难处不难处的？对，前头的事情归前头，咱们的情分归咱们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总得往后多看看不是？二姐怎么不说话？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前头做的那些事情，他们说你大逆不道，我若站在你这头，我就成了大逆不道；若站在他们那头，就对不住我们姐妹的情分。我是个无用的，就想着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无灾无难的。此言一出，几人都是一怔，屋里的气氛有些发冷。玉渊却是笑着向身旁的罗妈妈看过去，罗妈妈微微颔首，二小姐真实在，不像大房那几个，风往哪头吹就往哪头倒，不枉小姐心里念着她。怪不得我瞧着二姐受了，原是想太多了。姐妹情分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这时青儿的声音在外头恰到好处地响起，小姐，韩先生来了。片刻后，谢府的马车驶离高府，罗妈妈等马车看不见了，这才匆匆回到花厅。花厅里谢三爷和韩先生都在。小姐，人都送走了，明儿再着人给二姐送些衣裳首饰。从前如何待她，以后还如何？小姐这样做，不会让二小姐更加为难吗？不会，你家小姐是在帮她撑腰呢。玉渊赞赏地看了韩先生一眼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出山辅佐安王，助他登顶高位。韩先生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女子，浑身不能动弹。李景业一觉醒来，
天色已经暗了下去。青山，几更了？申时3刻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在王府住下了，等师傅解了禁足后再回去。胡闹！喝药。你个大姑娘，莫名其妙的住在王府，算是怎么一回事？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李景烨，你是怕我住下来，影响你跟周家小姐的议亲吧？李景烨倒抽一口凉气。放心吧，就3天，影响不了大局的。喝药。李景烨眉头微皱，在心里琢磨了一下。算了，这丫头想要做的事，没有人可以拦住。韩先生，进来吧。韩百川走了进来。这一位是韩百川老先生，原是我三叔的先生，如今也是我的先生。我觉得比你府上那几个谋士水平要高些，忍痛割爱给你用吧。一瞬间，李景烨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想法，他是不是对这丫头太好脾气了，以至于他有些蹬鼻子上脸，自作主张。哼，王爷不用这副表情，若不是小姐有恩于我，这种断头送命的事情，谁愿意做？好在我这身子大概也支撑不到那个时候，勉为其难吧。我替王爷想过了，王爷想登高位，除了骑兵造反之外，绝无第二个可能。不为其他，只为王爷身上流着一半异族人的血。骑兵无非2种情况，成和败，但王爷名不正言不顺，就算成了，在史书上也是乱臣贼子一个。李景烨的脸色慢慢沉了下去。小姐与我说了，王爷登高位是为蒲雷一族。当年蒲雷的事情我有所耳闻，一族生一心，皇上用心是好，但手段太过残忍，数万蒲雷无辜百姓成了冤魂，以至于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尽数覆灭。但受损的绝不仅仅只有蒲雷。李景烨默然，这韩百川说的一个字都不错。大神如今看着繁荣昌盛，实际风雨飘摇。前几年南方水患淹了多少良田？西北蒲雷虽灭，但北狄余下各部落对中原虎视眈眈。王爷登得大位，是为黎民百姓，我便助你。若是想为蒲雷报仇，那就对不住了。就算三小姐与我的恩情再大，这个忙我也是不能帮的。我虽然是一介书生，却也是读了圣贤书，知道家国天下。李景烨不由肃然起敬。韩先生也许不相信，我想那个位置其实只有一个目的。玉渊心里一顿，竖直了耳朵去听。我只想，他日史书记载，保前帝屠尽蒲雷一族是大错，他并非什么明君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昏君暴君。肉眼可见的，韩百川的脸色突然变了，变得很难看。玉渊目光深深地看向李景烨，这一番话听着大逆不道，细细一品，把自己和谢二爷送进牢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是自古天子以孝治天下，韩百川是个老实巴交的书生，他会同意吗？韩百川重重点了下头。只要不累及百姓，我便不管什么明君昏君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李景烨一听这话，对着韩百川深深一揖。先生大意。飞鸟尽，弹弓藏，好在我这身子也等不到那天。看在阿元小姐的份上，且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吧。这话没什么锋芒，却有种阅尽尘世的岁月苍凉感。李景烨心里一阵惊疑，突然想起前朝有个姓韩的太傅。多谢先生。谢什么谢？要谢阿元。韩百川袖子一拂，转身离去。几年前我救过他的命，三叔说他家曾经官至太傅，后来才落魄了的。我听他授课讲得很好，很透，想着应该是个有大智慧的人。这个韩百川必是前朝韩太傅的后人，他的身子早就灯枯油尽熬干了，你好好待他。为什么帮我？什么为什么？我乐意。玉渊看也没看他一眼，正要走出去。爷，周小姐来了。玉渊的眉头拧成一团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住哪里？高小姐就住在这院里，方便给爷看病。
你这是往哪里去？弟弟，青山，把我的守护给他拿去，这天寒地冻的。是，王爷。光影里，韩百川去而复返。先生这是？听说周小姐来了，有几句话要与王爷说一说。先生请说。朝中局势，王爷心里很清楚。周大人20几年随时在皇上身边，一言一行能左右皇上的决策。倘若我是王爷，便不会舍近求远。依先生之见，我应当如何？联姻？我又何尝不知道？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在犹豫？周小姐天黑上门，轻一些在脸上，王爷只需要顺水推舟，几乎不费半点劲。不想见女人上位，是王爷的骨气重要，还是王爷心里的大事重要？李景业，成大事者，骨气二字真要不得。王爷不仅要借女人的位，岳家的位也要借，连兄弟朋友的位也得借。李景业无言以对。高小姐，爷的手炉他让你拿着。我就在这小花园走走，不用的。小姐拿着吧。玉渊嘴唇抿了一下，有些拿不准李景业是个什么意思。这时耳边传来脚步声，玉渊看了看四周，身体向大树后靠了靠。这周小姐可真是胆大，竟然敢光明正大的找上门来，一点贵重的教养都没有。你这个小妮子，嘴上积点德吧，人家可是将来的安王妃，仔细被人听见了，找你秋后算账。她要是进了门，侧妃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可不是嘛，原本王爷就对她冷，你说王爷的心是什么做的？石头嘛，可石头也有捂热的一天呢。快别说了，仔细被人听见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主子在等着呢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玉渊从树后出来，眼神黯然。他多活一世，阴谋狡诈里摸打滚爬过的人，世事道理都清透明白，早就是冷了心肠的。哪知红尘万丈，还是将自己折了进去。进去以后呢？玉渊自己问自己，一辈子不说，藏在心里，还是厚着脸皮贴上去，像那个陆侧妃一样，在他身边做个可有可无的人。前一世以为男人对你笑，对你好，便可以一生一世到白头，可到头来不过是黄粱美梦，够不着，睡不醒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吊死鬼。还没有吃够这样的苦吗？玉渊抬头看了看无边的暗夜，就算我喜欢你了，又怎样？我的心还是我的，我这个人还是我的。周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过来啊？我听我爹说，你昨儿晚上跪了大半夜，白天不方便，这才挑了晚上过来瞧瞧。我没事，快回去吧，被人瞧见了会有损闺名的。你脸色不大好。着了些凉，喝了药，出身汗便没事了。其实你大可以不跪的，只要和我说一声，我再去求求我爹，他们不敢拿苏世子怎样。少女的话已经讲到这个份上，李景业不能再装糊涂下去。他想着韩百川的话，慢慢点了下头。我怕你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你的事，我从来都不觉得为难。那以后若再有事，我便来找你。说定了。好。我得走了。我送你。送什么送？回去躺着，好好养病。回头我让人给你送点好东西来。李景业含笑点点头，直到周子玉离开，脸才沉了下来。来人，爷，去把韩先生请过来。片刻后，王爷，陪本王走走吧。先生喜欢这京城吗？不喜欢。李景业踱了2步。巧了，我也不喜欢，这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韩百川见他满腹心事的样子，不知为何心里涌上一股怜惜。3年前，我与人在江南的屋顶上对他说起过大漠的夜，星空亮得仿佛就在眼前。他说那应该很美。老夫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去大漠看看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带他去看看。韩百川眼皮一跳，蓦地抬起头。周子玉回到周府，就看他父亲背手立在二门口。爹，
你还知道回来呀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爹，他们王府离咱们家太远，光坐车就得大半个时辰，我就与他说了几句话。爹真小气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怕我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还说以后再有事便来找我。爹，咱们帮帮他吧，他都染了风寒，生病了。周启恒看着天真烂漫的小女儿，嘴角满意的勾起。苏长山的事情出来以后，他就在等着李景业向他求情，哪知等半天没有等到，却等来他为了苏长山在殿外跪了半宿的消息。这一举动让周启恒真正的高看了李景业一眼。他弑君20年，官场混了30多年，什么样的人和事没见过。从这件事上，他看到李景业性格上的骄傲自负，还有谨小慎微。有缺陷的人才好拿捏呀。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帮不帮？帮，我女儿看中的人，我能不帮吗？那还差不多。爹，明儿早朝你劝皇帝把苏世子放了吧，人家挺无辜的，那个江元亨才是最大的坏人，谁让他当街抢女人的？江元亨算什么坏人啊？那谁才是坏人？这事你别管，爹心里有数。周启恒眼中闪过一抹狠戾，那个叶昌平在西北作威作福太久，早就是皇上心头的一根刺。也罢，他便帮皇上把这颗刺拔了去，也算给小女儿小女婿的未来清掉一根大障碍。翌日午时，玉渊正在庭院里摆弄草药，一抬头，苏长山一脸怒气冲冲地站在面前。李景业呢？玉渊指了指书房，苏长山一撩衣袍走了2步。你是高玉渊？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还是这副鬼样子？我这个小厮很丑吗？好看不到哪里去。苏长山一脸的鄙夷走进了书房，片刻后，书房里传来苏长山骂爹骂娘的声音。玉渊在外头听了片刻，忍不住笑了。笑着笑着，玉渊便笑不出来了。周启恒竟然出来做和事佬，十有八九是和昨天晚上周大小姐有关系。如此看来，周家和李景业之间已经达成某种共识，好事将近。有了周家的帮忙，再加上韩先生在背后出谋划策，李景业的登顶之路应该会顺畅很多。而自己，你真的能管住自己的一颗心吗？等师傅解了禁足，便早些回去吧。他把草药放进药罐里，架在炉子上烤，又回到房里反复净了手，才走进书房。该行针了。高玉渊，你还是穿和尚袍子更好看些。玉渊对付这种二五不着调的人，只有一个白眼。李景业，你躺下来。李景业躺下，闭上眼睛，细针入穴，基本没有什么感觉，只是过了一会儿，熟悉的疼痛感又翻上来。这病能结婚生子吗？可以。不耽误和周小姐行房吧？哎呀，李景业，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！小爷我好心关心你，你居然将仇报！我这是倒了什么大霉啊？竟然和你做兄弟！滚出去！滚就滚！苏长山拔了银针，往地上一扔。小爷我身体心灵受了2重惊吓，我要去怡红院压压惊，羡慕死你！书房里又恢复了平静。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哪儿能啊？不过确实不耽误。阿渊，没什么。我明日晚间帮你行完针就回府了。好啊。到时候我会着人把新开的药方和行针的顺序送来。辛苦。照这样下去，你的眼睛视物应该没有问题，就怕思虑太多，心浮气躁。阿渊，我送你的匕首，你收好了吗？收好了。这匕首是我外祖父赠给我的，是我10岁的生辰礼，上面的图腾是外祖父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玉渊惊了一跳，他没有想到这匕首来头这么大。千万别弄丢。李景业，这匕首这么珍贵，你不如……这会头疼得很，你别说话，让我睡一会儿。玉渊暗暗抽了口气，他安静地躺着，整个人真如玉山一般温润秀美，即使不动也流光溢彩，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。苏长山气冲冲地走出王府，
一抬头见王府对门有人探头探脑，悄摸声走上前，再定睛一看，谢一伟，怎么会是你？担心你家侄女呢。谢一伟点了一下头。这死丫头莫名其妙地丢下一句话，然后拉着韩先生就走了。他憋了一肚子的话，想问想说，偏偏人不在眼跟前。走，什么侄女不侄女的，小爷我请你去喝花酒去，正好去会去。世子爷，我还有事。有事个屁呀！有事你不会问我啊？走，咱们俩呀，边喝边聊，边聊边喝。半个时辰后，怡红院的天字1号房里，你不用担心你侄女，她这人极有主意，也有运气，你凡事啊听她的就行了。你们真的要？那话音几乎是贴着苏长山的耳朵出来的，他的耳朵腾的一下变热了。你怕吗？我。谢一伟用力地咬了下唇瓣，原本苍白的唇顿时像染了胭脂似的。我是不怕的，我就担心阿渊，还有你们。该死的，好好的咬什么唇，像个娘们一样。苏长山莫名觉得谢一伟的唇色刺眼，没好气的。担心阿渊我能明白，担心我们做什么？你们是阿渊的朋友，便是我的朋友，我担心朋友不行吗？那现在事情已然这样了，连你的韩先生都进了王府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上天入地，我都跟着。说完，他像烂泥一样往地上溜，头埋到膝间，喃喃自语道：我还能怎么办呀？苏长山在世子这个位置上活了20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独独没见过像谢一伟这样的。这人竟然有一颗赤子心。你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等半天，地上的人没吱声。苏长山蹲下来一看，这货已经坐在地上睡着了。苏长山正要换人过来，一低眉见自己的袍角被谢一伟的手死死抓着，苏长山深深叹了口气。真是个傻子。李景业是真的睡着了，只是迷迷糊糊间感觉有道视线一直落在他的脸上。再醒来时，天已经大亮。青山端着脸盆毛巾站在炕前。爷，官家在外头等您发话，还有几日就过年了，今年的年礼怎么送？父后，平王府的礼就按往年，福王府的礼略重1分，正宫陆皇后那里重2分。是。除了这个事，陆家和永义侯府也备上1份年礼，普通的就行。那周府的年礼送吗？重礼，周小姐的礼再稍重些。是。青山放下脸盆，正要出去。等下，爷还有什么吩咐？高府今年是开府的头1年，也备份年礼，让他明儿带回去吧。爷，这礼怎么备啊？他喜欢什么就备什么。这下老管家的头要大了。翌日傍晚，玉渊行完最后一针，带着小半车年礼，悄无声息地离开王府。谢玉伟早早地等在府门口，脖子都盼长了几寸，才把人盼回来。叔侄2人进了花厅，玉渊把事情说了个大概。老岳，三叔知道你一向是个有主意的，也不劝你，成王败寇都是命。反正三叔有今日也是因为你，咱们叔侄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三叔，与其想这些没影的事情，不如想想什么时候给我娶个三婶回来。你，三叔可有相中的姑娘，咱不管她门第如何，嫡出庶出，只要人好，阿渊都帮三叔求了来。谢以为这一下连掐死侄女的心都有了，偏偏又舍不得，胸口起伏几下，甩袖而出，正好与进来的沈荣打了个照面。小姐，平王府刚刚着人送年礼来，人已经到了2门外。平王府送年礼的人是王府执事，执事把礼册亲自交到玉渊手上，没有多言一句，就借故离开了。玉渊愣住了，好端端的平王府为什么要给他送礼呢？小姐，会不会是上回在魏国公府的事情？妈妈，人家平王没有那么闲。三叔，劳烦你亲自把礼送还给平王。好，这事交给我。谢玉为匆匆离开，玉渊见他明白，嘴角勾起点笑。既然自己已经站到了李景业这条船上，
那么不管平王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送这个礼，他都该摆出应有的姿态来。小姐，平王会不会怪罪下来？妈妈，人生在世，哪能面面俱到，顾了这一头便顾不了那一头。咱们和平王以前没交集，以后也不用有交集。倘若他要怪罪，那我也是没法子的事情。罗妈妈听了目瞪口呆。这时如蓉、菊生两个并肩走过来，小姐，快去看看安王府送的年礼吧，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。都是些什么？医书，通通都是医书。大过年的哪有年礼送这些的？玉渊好奇，拎起衣角往自个儿院里走。走到堂屋，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各色医书，竟然都是些宫中太医院珍藏的医典拓本，很是珍贵。这个李景业年礼送的还挺用心的，都帮我小心收起来，别磕着碰着了。平王府执事躬身立在平王妃面前。王妃，小的前脚把年礼送去，后脚谢三爷就把礼还了回来，您看。真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。可不是嘛，他也不看看送礼的人是谁，这满京城多少姑娘都等着盼着，都盼不来的好事儿。这事儿王爷知道吗？啊，王爷在书房议事，小的还没有去回话。平王妃的脸色缓和了些。那日魏国公寿宴后，王爷几次话里有话的把那丫头带出来，这是正儿八经的看上人家姑娘了。男人起了心思，张罗的自然是他这个做妻子的，这才趁着过年的当口送点东西探一探那姑娘的口风。你去跟王爷说，礼人家还回来了，也别急，姑娘家带着重孝在身，1年3载的出不了门子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是。王妃，那姑娘的二姐不是，何不从这上头想想法子？急什么？等那头把人娶进了门，再想办法不迟。转眼就到了腊月28，谢以为官场也有1、2年了，加上又是探花出身，虽是清正之人，可1年到底请客吃饭的同僚也不少。好几次他喝醉了酒，都是由苏长山送回来。玉渊心里存着一桩未了的事，趁着又一次苏长山来府里，把人拦住。除夕之夜，玉渊起了个大早，盛装打扮后，带着沈荣一人出府，上了停在府门口的马车。马车里，苏长山半倚着，眼睛浮肿。行了约莫半个时辰左右，车子在刑部的大牢前停下来。苏长山先跳下车，有牢头颠颠地迎上来，世子长世子短地拍了几句马屁，略略交谈了几句后，苏长山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，牢头接过后，态度越发的恭敬。这时玉渊下车，两人一前一后的进了大牢。这是一间没有窗子的屋，墙角蹲着个人，正是谢二爷。牢头把牢门打开，苏长山咳嗽了几声，拉着牢头和一旁的狱卒投掷骰子玩赌钱。玉渊走进牢里，谢义达见是他，眼睛里喷出火来。沈荣见势不妙，立刻跟进去。玉渊神色冷淡地笑了笑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沈荣立刻把食盒放在地上打开，顿时酒香菜香四溢。谢义达重重地咽了口水，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。这人啊，其实和狗没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是你只要给狗东西吃，狗会对你忠心耿耿，不像人喂它东西吃，吃饱了还来算计主人。谢义达在牢里挨了半年，哪里还有半分的骨气，管这畜生在说什么，先吃饱了再说。家里挺好的，二爷别惦记。少姨娘这些年存了些家底，日子虽不如从前，但还过得去。米姨娘1个月前替你生了个女儿，这会儿已经出了月子了。谢义达一听生了个女儿，嘴里没停。许姨娘前些日子被赶出了府，听说是和府里的小厮通奸，今天白日的被少姨娘拿住了。谢义达蓦地停了下来。许姨娘被赶出去后，在谢府门口破口大骂，说偷奸的人不是她，是少姨娘。谁说的真话，谁说的假话，我倒分不清了。不过玉渊的眼角轻轻笑了笑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少姨娘把身边丫鬟春花抬给了她儿子做通房，做了通房后，这春花呀也目中无人起来。偶尔少姨娘要管教儿子上进，
他竟敢冲着邵姨娘大吼大叫。奇怪的是，这邵姨娘竟然容他到现在。谢二爷可明白这是为什么？谢益达整个人僵在那里，眼里涌上疯狂的痛意。他怎么会不明白呢？真正和下人通奸的是邵氏，谢二爷进来不过半年，邵姨娘和你青梅竹马，爱得死去活来，所谓真爱也不过如此。你一直痛恨娘不贞，给你戴了绿帽子，却不知道她被你休弃后恪守妇道，守着我安分过日。若不是邵姨娘命人放的那把大火，她也不会碰到我爹。如今你的头上绿成青青草原，可见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谢益达的脸色越来越白，眼珠子越瞪越大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大房已经搬了出去，大少爷成亲，他们连帖子都没有给二房下一张，显然是怕受到牵连。你最宠爱的女儿，在陈府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听说还没有圆房，守着活寡。不过二少爷的日子怪好的，睡厌了院里的丫鬟，就到妓院去嫖。怡红院的好些姑娘都是他的相好。一丝血迹从谢二爷惨白的嘴唇里涌出来。谢成林是他活着的唯一指望，连他都不成器，他这辈子这就哭了吗？太早了吧，等你儿子把谢府的家业都败光了，你再哭不迟。你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会让你睁大了眼睛看着落在你身上的每一个报应。扑通，谢益达双腿一屈，直直地跪了下去，他的喉咙里发出类似困兽般的呜咽，许久终于化为死寂。无知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个高渊说的话有多狠，句句想把刀子戳在谢益达的心口。那谢益达也是在官场上混过的人，是个八面玲珑的狠角色，硬是被他……这让我想到一句老话，什么？宁得罪君子，别得罪女人。世子爷是宁得罪君子，别得罪小人。滚边上去！小爷我就愿意这么说。这以后谁要是娶了她，这些可有的瞧喽。年后给刑部打个招呼，谢益达的事情下手别太轻。这招呼还用打吗？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午后我得进宫，今儿除夕，你打算就混在这安王府了？对啊，我等张旭华从宫里出来，打算和他一醉方休。我可听说旭华往高府过年。哈？那我就跟他在高府一醉方休，顺便看看阿古丽逗弄逗弄那个傻子。世子爷，高府有谁是傻子？你是傻子。话落，屋外响起一阵急促的声。李景业脸色一变，青山推门进来。爷，刚刚得到消息，两广出事了。什么？去年夏天南风水患，今年冬天又碰到了100年一遇的大雪，天气极寒，日子没法过，灾民暴动了。两广总督程德龙是福王的人，这消息只怕很快就会传到御苑上了。今年这个除夕，怕是热闹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还记得马文山吗？扬州知府是你的人，他有个至交好友在两广做官，说这个程德龙贪赃枉法，无法无天，买官驿爵、私家关税等无所不为。两广之地，远离京城，最逍遥自在不过。穆真，你猜老皇帝会派谁入两广？我猜弄不好会是你呀。两广在京城里的后台，正好是福王，若派平王去，以平王的性子，只怕会把两广给一窝端了，然后顺藤摸瓜，把事情引到福王头上。福王和中宫为了自保，肯定会强烈反对平王入两广。那么最好的人选便是李景业。常山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，你不要命了？玉渊回到府中，府里早就设了烛台瓜果，他连衣服都没有换，就接过罗妈妈递来的香，祭拜祖先。祭祀完，叔侄两个便去了阿古丽的院里。还没走进院子，远远的就听到打斗的声音，原来是阿古丽在和魏温比划拳脚。玉渊细看了看阿古丽的身手，过了这个年，可以把这个瘟神送走了。正想着，魏温已被阿古丽一脚踢出去，摔了个狗吃屎。哼，明儿再打过，总有一天
姑奶奶要把你打趴下。乖孙女儿，别让奶奶等太久啊。玉渊看得心里直了，走到阿古丽面前，行了，我的人欺负够了，可以给我把脉了吧？我欺负他？我黑风寨多少兄弟求着我给他们喂招，奶奶我都不愿意，姓魏的他就偷着乐吧。奶奶，劳烦你往屋里坐一坐，辈分搞差了吧？我是你小姨。阿古丽脑子从来够使，玉渊反倒是一脑门的糊涂，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。我娘是独女，没有什么大姨小姨，进屋伸手。阿古丽不以为然的笑笑，老老实实的跟了上去，心里却道：回头我让李锦燕那小子把你娶回家，你不叫也得叫。三指扣上去，卖相好的让人吃惊。这蒲类人到底是吃牛羊肉长大的，身体和中原人相比实在是太结实了。身子好透了，以后不必再用药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你们中原人就是虚伪，要赶人就直说，绕那么大圈做什么？我有什么打算，得听李锦业的安排。前头闯了个大祸，后头就要识相些。唉，否则以我的脾气还能待到现在。那今晚一起守岁吧，府里还买了烟花爆竹什么的，热闹热闹。一墙之隔的谢二爷府，米姨娘站在院门口。姨娘，少姨娘说二爷还在牢里，没心思过年，团圆饭就在自个儿房里用了，也不用给他请什么安，各自安好就行。我呸！同为姨娘，给他请哪门子安？不过是仗着他有个儿子，府里没有当家奶奶。姨娘，就在自个儿院里和姐儿一起守岁吧，跑到他那院里污了咱们的眼睛。没廉耻的荡妇，该杀的小禽兽，好好的日子不过。姨娘，小声些吧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？当初我被抬进谢府，还指望着有好日子过，现在倒好，姨娘要早做打算。府里只有出相，没有进相，再这样下去，金山银山都空了。姨娘不为自个儿，也得为姐儿想想。这话像道闪电劈进了闵姨娘的脑子里。偌大的一个京城，他们孤儿寡母能依靠谁去？姨娘，那位和咱们姐儿是实打实的嫡亲姐妹啊，你可知道她和二爷是生死仇人啊？她和二爷是仇人，和姐儿可不是什么仇人。奴婢说句诛心话，二爷他犯的事儿不小，少姨娘若是指着他能出来，也不会做出和下人通奸的龌龊事儿。话落，庭院前一片寂静，冷风吹来，闵姨娘的脑子里前所未有的清明。姐儿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亲姐姐一面，明天初一，我带着姐儿给三小姐拜年去。